Yo, what's up？ 欢迎回来 Rider ATS， 我是阿豪 ATS。今天换了一个相机，比较广角的啊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拍的就是 Chery 的试驾活动啊。现在我们要去试驾这个车款呢，是有一个直线加速的一个测试环节，还有要试它的 Emergency Brake 啊。讲到 Brake 这个东西，相信大家应该都会觉得很敏感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一下我就要看一下它的 Brake 怎么样。 加速表现怎么样？当然，等一下我们还要做的就是一个 S 字形的弯道啊，时速50的情况下转一个 S 这样子，看一下它的整个操控啊表现是怎么样的。当然还有8字形，所以是有3个环节哦。这3个环节里面呢，表现是怎么样的？等一下你们大家看下去就知道了啦。Let's go！ OK， 现在我们就要来上路试驾这一台车了啊！所谓的上路试驾还是他们的场地啦。然后这一台是一个 Tiggo 7 Pro Max， 跟我们 Malaysia 的那个 Tiggo 7 Pro 是不一样的啊。但是这一台呢，也是一个汽油版本，然后没有看到任何 Hybrid 的标示，然后它是一台 All-Wheel Drive 290T 哦，证明它是一个290牛顿米的 Top。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后面这边呢，有这个 Exhaust 啊，这个 Exhaust Tips 呢也是假的啊，里面没有看到任何的 exhaust， 然后应该是往下吹的，躲在里面。然后这一台是一个 Chery Tiggo 7 Pro Max， 所以这个名字放在这边有一点长啊。那现在身后又来了多一台 Tiggo 8， 这一台 Tiggo 8呢，跟我们的 Tiggo 8 Pro 又不一样了，是一个 PHEV 的版本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蓝色的 PHEV， 然后是绿标的啦。这里的 Hybrid 跟这里的 EV 车型呢，都是上这个绿牌的。身后这边还有多一台 Tiggo 9， 整个前脸呢都是封闭式的，被封起来。那我个人非常期待的就是等一下的 Tiggo 7 Pro Max 啊，虽然它是一个 Tiggo 7 Pro Max， 跟我们 Malaysia 的 Tiggo 7 Pro 有一点点差距，但是它的整个车型还是一样，跟我们 Malaysia 即将发布的 Tiggo 7 Pro 是同一款车身。所以等一下我要测试一下它的整台车开起来，它的整个操控表现，尤其是在做那个 Slalom 啊 S 字形的弯，还有那个8字形的弯，这种 SUV 加起来会不会往外抛啊？ body roll 会不会很严重？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排队，等他们回来过后，我们就要上车测试这一个车了啦。OK， 现在我们上来的这一台车就是一个 Tiggo 7 Pro Max 啊，是一个全时四驱 All-Wheel Drive 版本的车款。那跟 Malaysia 呢是一个同样一个车型，可是传动方式就比较不一样。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整台车操控表现是怎么样的。那现在我们要用时速50 km/h 来做绕桩，对不对？预备 Go！ 这是一个右驾版哦，就是跟我们 Malaysia 卖这的版本是一样的。好，往右侧转，转左，转左，这个圆转右。好，右，左。哎，我感觉 OK， 全部都是在可控范围内，所以整个操控表现，我觉得，当然啦，它是一辆 SUV， 它是一个家庭车，可是因为它是一个 All-Wheel Drive 版本的车款嘛，所以我们在进行这个 Slalom 的时候啊，你不会觉得很严重的整台车 Understeer 或者 Oversteer 或者往外抛，坐在里面当然还会有一些左右的摆动，可是整个表现下来，我觉得它的操控表现是 OK 的，是很赞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去下一个环节了啦 ，Let's go。OK， 现在我们来看的就是这一台车用什么轮胎啊？这个轮胎的牌子叫做 Evolution CTT 啊，然后轮胎尺寸是225/55R19寸的 Sport Rim， 这个是一个叫 Cooper SUV 的系列，所以以刚刚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来驾这一台 SUV 呢，我觉得整个表现都很不错啊，尤其是在做 Slalom 跟8字形的那个过弯的时候啊，这台车的屁股啊真的很乖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屁股给我感觉就是很容易跟着你的方向去啊，它不会乱摆乱甩，很有可能是因为它是一个 all-wheel drive 的关系啊。然后这台车呢，其实我驾起来的 feeling 就是一个 SUV 的那一种 suspension 设定啦，会比较偏舒适，比较偏软一点点。可是你不能把它当一辆 sedan 或者一辆 sport sedan 来看啦。所以这台车到时候引进马来西亚，我一定会拿来试驾，然后我可能会去跑一跑小小的山路啊，还是怎么样啊，做一些比较激烈的超驾来体验一下马来西亚版本。不
试 All-Wheel Drive 版本的这一款车啊，驾起来有没有这样好的体验啊？这一台车真的是给我 surprise 到，体验真的很好。OK， 现在我们要试的是直线加速还有刹车啊，这个刹车是比较敏感啊。当然我们要试的就是 Malaysia 版本的了，这个就是 Tigor 7 Pro， 在这里叫做虎7啊，老虎啊 ，Tigor 其实是一个老虎的意思。那我现在要 setting 好我的 camera， 然后等下我就要做一个测试嘞，把这台车开到应该是有100多，然后再一脚刹车刹停它。OK，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一辆呢，就是 Tigor 7 Pro。刚刚我们试驾那个 Slalom， 还有走那个8字形的，是 Tigor 7 Pro Max。Pro 跟 Pro Max 的差别呢，不是在引擎动力输出，而是在传动方式。这一台是2轮驱动，刚刚的是一个 All-Wheel Drive 4驱版本。那直线加速呢，等一下我们用的就是这个 Malaysia 接下来要开卖的 Tigor 7 Pro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一样啦，我们要来调整一下 steering， 这个 steering 是可以做到上下前后调整啊，你看。然后我们椅子是电动调节的，也是要跟它做一下调整。安全带当然也要跟它系上啦。那相信会点开这一部影片的朋友啊，很多都会比较在意刹车器这个东西啊。其实我是对这个车很有信心啊，毕竟刚才我已经看过很多人在那边 test 了啊。在试驾之前呢，不然我们就直接来讲一下这辆车的 interior 了。之前在发布会的时候啊，这台车的 interior 呢，没有什么机会看到，太多人抢着看了。可是现在呢，我们真的可以一个人静静的在这台车里面看它的 interior， 然后冷气操控啊，全部都是用这个 screen 也可以完成，用这里 touch 也可以完成，所以你在开车的时候比较容易盲操作。但是我还是喜欢那个实体的按键啊。那当然，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右驾版本，也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即将售卖的这一个版本哦。前面有一个很巨大的全连屏，在正前方呢是一个 speedometer， 在右边是一个多媒体播放器，两个尺寸是一样的。没有记错的话是 12.3 寸加 12.3 寸。然后这边的一个饰板哦，是一个好像 carbon fiber look 的 design， 我个人觉得运动化十足啦，很好看。当然，这个排档杆就有点像 Omoda 5， 然后电子手刹车。它原装其实是有一个原装的钉带，不过不是很安呐。如果你们要加按它的话，又不想撕掉原装钉带，其实你们可以安装Sunset。讲到Sunset呢，一定要为大家介绍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，就是 Elevo。它不仅是有出各式各样的 car accessories， 也有出 quality 非常高的 Elevo Sunset。像我的这一台 Toyota Vios 用住的就是这个Sunset啦，而且它是 magnetic。只需要把它轻松的这样放一下，吸一下，它就会直接吸附在你的车框上面。如果你的车没有钉带，或者你有粘很好的钉带，但是阻隔阳光不够厉害的话，没有关系，买一套 Elevo Sunset 很便宜罢了。开车的时候，即使是大热天也不会很刺眼。不仅是前方有啊，后面也是有的。一整套呢是4片，如果是一些 MPV 车型的话，会有6片。当然一些指定车款哦，连最后面这一片大镜都有推出它的Sunset。那这个Sunset的安装方式只是把它吸上去而已，因为它的边框啊是有吸铁的，所以你只需要这样放一下，它就会吸上去，不需要安装任何的 bracket。最主要的是它完全不影响你的 power window 操作，非常的 good job。当然 Elevo Sunset 有分2种款式，一个是普通款式，一个是 premium 款式。像我这一个就是 premium 金色 logo 的，它的这个透光度会比较低，因为它的这个网状结构啊会更加的密，而且 quality 非常的好，车缝线方面真的做到美美的。那其实不只是有我这一台车的 Elevo Sunset， 马来西亚各大车厂各种车型都有推出 Elevo 的 Sunset。只要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，就会找到一个 link， 点击进去，你们就可以查看属于你们各自车款的 Elevo Sunset 的价钱了啦。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，Let's go！ 那我现在用这的是一个 Sport Mode， 现在我们要开始加速，加速到前面的那个地方有一个 marking， 我们就会一脚刹车踩完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加速跟刹车表现怎么样。3、2、1 go！ 地板油门哦。刚刚的那条路，因为它的直线其实也没有特别的长，所以我们在加速的时候没有办法把这台车加速到100或者100以上。可是，在刚刚的时速我没有看错的话，应该是60 km/h 的时候，我一脚刹车踩完它，这个车的那个 brake 它的制动力是属于比较舒适型的制动方式哦，它不是让你整个人往前跑，可是它还是会把那辆车好好的稳稳的停下来。这一点我觉得这个 brake 还有整个加速都是 OK 的。可是如果是说你要我挑一些缺点的话，我觉得
如果它的这个 brake 的 response 可以再更加 responsive 一点的话，可能会更加好啦。OK， 经过刚刚的测试呢，我们测试了 Chery 的 Tiggo 7 Pro， 还有 Tiggo 7 Pro Max， 一个是2驱版本，一个是4驱版本。4驱版本不知道会不会引进马来西亚啊？希望接下来有机会可以引进马来西亚啦。因为我觉得4驱版本呢，它的整个操控表现，尤其是我们在做那个绕桩，还有那个8字形，真的是很赞。它的屁股很乖，很听话。可是无可避免的就是 SUV 的那个比较晃动的感觉，可能是它的 suspension 调教到比较 soft， 比较舒服啊。为了迎合我们平时的使用好像平时不会这样子去驾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又不是买跑车，你买的是一辆 SUV 家庭车。那刚才我们试的那个 Tiggo 7 Pro 呢，没有 Max 就是那个2轮驱动版本的呢，我感觉到的就是它的加速表现其实有待加强啦。毕竟它只是一个1600cc 涡轮增压引擎，所以它的0-100加速没有很快但是还是那一句话，它是一个家庭车，它是一个让你载你家的孩子、载你的老婆、载你的女朋友、载你的家人去 shopping 去改的车来的，它不是跑车。如果你要加速很紧凑，那你买跑车，不要买 Tiggo 7 Pro。可是如果你要的是一个舒适的驾驶体验，加速的时候没有那种爆冲然后踩 brake 的时候没有那个暴力刹停的感觉的话，这样这一台车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哦。当然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会有一个更加完整的影片来跟大家交代一下马来西亚版本，真的是在马来西亚试马来西亚版本的Tiggo 7 Pro 的完整试驾影片。当然，这台车即将发布了，很快要发布了。我还有一点担心，我的影片还没有出，那台车就发布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留守我的频道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分享出去，小铃铛要跟它吐下去。我是阿豪 ATH， 我们接下来还会带给大家很多很够力的 content，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。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，Goodbye。